解放军双尾蝎无人机绕飞台湾岛，这是武统军事准备工作的关键一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阳少。近日，面对25家美国军工企业要集中窜访台湾地区的情况，解放军组织了39架次的军机和6艘舰艇在台湾岛周边巡航，其中 TB001 双尾蝎无人机的航迹引发了台湾地区当局的密切关注。台军方首次公开承认，解放军的战机用无人机活动的方式包围了该岛。这架双尾蝎无人机首先越过台湾岛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然后飞向台湾东海岸。接下来，它通过绕飞的方式，最终返回中国大陆海岸。另外一架 BZK-005 无人机也在类似的航线上，只不过飞到台湾东海岸的相关位置，折回返航。在很多人看来，解放军的战斗机、轰炸机经常在台湾东部空域进行演习，其航程足够。而 TB001 绕飞台湾岛又有什么用处呢？当然有用。首先，仅从情报获取的角度来看， TB001 在台湾东部的常态化巡逻，几乎相当于没有过顶时间限制的低轨道卫星。TB001 的多情报收集能力，包括其机头雷达、各种各样的外部吊舱，可能还包括能够收集电子情报信息的有效载荷吊舱，以及分布在机身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天线。TB001 还能够进行完全的超视距操作，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几千公里外的地面控制站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操控。台湾岛东部原本是台军保存战力的方向，也就是在解放军的第一轮火力打击时，要想办法尽量活下来。过去台军自认为这种战略可行，无非就是因为看到中央山脉的遮挡，让大陆的导弹和远程火箭弹不能够直接进行打击。现在解放军的导弹当然可以无死角地打击台湾东部地区的目标，但是在如何及时获取台军情报的问题上仍然有短板。战斗机和大型侦察机也可以实时地进行侦察，但是风险相对比较高，而且它们的留空时间呢也有限。相比之下，双尾蝎无人机能够连续飞行30多个小时，只需要几架就能够对台湾岛东部的情报进行无死角的收集，而且就算有损失也不会造成人员伤亡，何况其使用成本还低得多。其次，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的长航时能力是现有战斗机和轰炸机都没法比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在打击引线目标的能力上有优势。TB001 和 BZK-005 归类为侦察型无人机，但是前者在武器挂载能力上非常强悍。双尾蝎无人机能够携带的相关武器包括 FT7 滑翔炸弹、FT8D 导弹以及 FT9 和 FT10 制导炸弹。在2018年出海航展上，双尾蝎无人机以 C701K 反舰导弹和 CM502 空对地导弹一起展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双尾蝎无人机能够挂载重量较大的、射程较远的对陆对海精确打击武器。TB001 还可以装备18公斤的 AR-2 和72公斤重的 AR-4 空对地导弹，以及90公斤重的 AR-3 巡航导弹。可以说 TB001 双尾蝎无人机既能携带几百公斤级的大威力的导弹和炸弹，也能够挂载一些灵巧炸弹和导弹。那么这种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在解放军夺取制空权之后，就可以实时监控台湾岛东部随时出现的威胁目标，并进行快速精确打击。对引线目标和时间敏感目标的打击能力是察打一体无人机最擅长的，拥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最后 TB001 在平时的巡航也可以成为消耗台军战斗机寿命的有效手段。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出动一个架次的无人机，其使用成本只有有人战斗机的1/40。
当然，这个是日本航空自卫队按照 F-15节的使用成本对比解放军的无人机进行核算的。台军这边就算出动 F-16，也是1比20的消耗比。所以有事儿没事儿，解放军以后都可以派出大型无人机在台湾东部海域上空进行巡航。台军的战机即使起飞发出警告，解放军的无人机也可以不理你。而且如果你不理会，那么我就天天盯着你看。从对台军事准备的角度看，当台湾岛东部的情况对解放军来说已经透明化了，而且能够实时监控了，那么台军原来所设想的战略战术就失效了。台独分子甚至连出逃的路线都被堵死了。在这个问题上，谁害怕谁知道。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